大家好，我是 Ben。最近天气渐渐炎热了，我们就来说一个清凉爽口关于啤酒的故事吧。大家想起日本的职场文化，应该很容易就联想到居酒屋，对吧？其实都不要说到职场，从学生时代，日本人就开始喝了。特别是男生，我以前在庆应大学念书的时候，常常晚上几个比较好的朋友约一约，在宿舍的房间里买一些小酒，就可以开启飲み会。到现在开始工作以后，大大小小的应酬就更多了。有时候下班临时同事找去，点一些串烧，小酌一杯。那有时候比较大的专案完成了，大家组织一个打ち上げ。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名目，比方说忘年会、新年会、歓迎会、送別会、懇親会。大家可能光听名字就要晕头了，其实就是变着花样找大家一起喝酒。当然，可能有人真的希望喝酒，不过更大多数的人，包括我在内，就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卸下工作上的一面，彼此更加亲近的机会。关于飲み会里面的故事非常深，我们今天就放着。不过我倒是可以教大家一句话，让你瞬间变成道地日本人。在日本，只要是飲み会，周围人声鼎沸，空氣中满满的热闹跟兴奋。大家聚在一起，一般来说，店员都会先问说大家要先喝什么饮料。这时候一定会有一个人说：“じゃあとりあえずビールで。”意思是反正先来杯啤酒吧。啤酒在日本就是这么深植人心的存在。不管喝不喝酒，在台湾多少应该可以看到便利商店的货架上日本的啤酒品牌。日本的四大酒类集团依照英文字母的顺序， Asahi、Kirin、Sapporo 还有 Suntory 这4家酒厂的集团，一样根据四季报的资料，2021年的营收大概是7兆日元，跟同年台积电的营收差不多。这次我们来猜猜看，画面上出现的这些酒厂营收的大小，谁是第一，谁是老四呢？我帮大家做个整理。第一名 Suntory 大概2.6兆日元，占这4家的营收总和37%。第二名 Asahi 大概2.2兆日元，占31%。老三 Kirin 大概1.8兆日元，占26%。老四 Sapporo 就小很多了，大概0.4兆日元，占6%。不晓得大家猜对了吗？注意看，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吗？你是一个银行行员，除了很短暂的到分行历练过1年，基本上一辈子都在总行工作，做过秘书，也负责过国际业务，职涯也还算顺遂。但你刚刚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诚挚的邀请你去当一个历史悠久啤酒品牌的总经理。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答呢？等等，这不是架空，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叫做通口广太郎。当然，依照我们频道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我们就叫他通哥吧。通哥是京都出身，家里是开棉被店的。从商专毕业以后，他曾经在野村证券跟银行工作过。后来因为想要继续求学，通哥辞掉野村的工作，考上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真的是优秀人才。京大毕业后，通哥进入住友银行。还记得我们之前讲三井那集吗？这里的住友银行就是日本3大财阀之一住友集团的核心成员。通哥加入住友银行以后，除了很短暂的担任五反田分行的支店长，主要时间都在总行工作。五反田我自己曾经住过2年，在东京的山手线上，离品川很近。而通哥官运也相当不错，银行业是非常重视辈分跟资历的。而通哥是住友银行史上最年轻的副总裁，那一年他56岁。回到刚刚那通电话，电话的另一头是通哥过去的上司村井勉，住友银行前副总裁，现任 Asahi 的总经理。刚刚说到这个历史悠久的啤酒品牌就是 Asahi 朝日啤酒。那问题来了，朝日啤酒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Asahi 和 Sapporo、Ebis 这3家在1906年共同成立了大日本麦酒，之后陆续兼并了其他品牌。在第2次世界大战前后，大日本麦酒日本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75%，是日本最大的啤酒公司。不过再来的故事，我想喜欢我们频道的观众应该也很熟悉了。日本战败 ，GHQ 就是驻日盟军司令部登场，而 GHQ 最讨厌的就是大型财阀。所以1949年在过度经济力集中排除法的裁定下，
大日本麦酒被分成2个公司 ，Asahi 跟 Sapporo 2家公司就被切开了。在刚切开的时候 ，Asahi 的市占率大概是36%，Sapporo 市占率是39%。Asahi 是日本啤酒的老二，而战前以来老对手 Kirin 大概是25%。不过从分割以后，朝日啤酒的市占率就一路下滑，到1980年代甚至一度跌破10个百分点。那时候朝日啤酒还一度被戏称成夕日啤酒。1982年，朝日啤酒主要往来银行住友银行也觉得大事不妙，所以派出住友银行的前副总裁村井勉担任朝日啤酒的社长。而村井勉找上我们今天的主角通哥的时候，正是朝日啤酒的市占率跌到剩下9.6%的时候。如果你是通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还是一个大坑呢？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朝日啤酒的市占率会一路咻咻咻的向下滑呢？后来分析出来的原因有很多，但我这里整理2个比较大的原因。第一，市场策略过时。啤酒的市场主要分成营业用跟家庭用这2个市场，战前营业用的比例占全体啤酒的70%以上，而营业用主要是大日本麦酒独占，老对手麒麟只能经营剩下的不到30%的家庭用市场。不过到了战后风水轮流转，随着经济水准的改善，电冰箱还有冷暖气开始在一般日本家庭广泛的普及。那可想而知，在炎热的夏天，从家里冰箱拿出来一杯清凉爽口的啤酒，又或者在冷飕飕的冬天，在家里泡完热乎乎的澡，在暖房里畅饮清顺爽口的啤酒。上述这些情境，哪一个不是人生的至高享受？那以前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当然大家都想要在自己家里享受咯。所以家庭用的市场急剧扩大，原本在家庭用市场很强的麒麟也跟着水涨船高。这时候朝日啤酒要投入家用市场，显然失了先机。没想到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朝日啤酒又走错了另一步，就是采取一个稳固营业用市场的策略，结果销售状况是每况愈下。第二，产品的策略混乱。为了夺回市占率，朝日啤酒陆续推出了好多新产品。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念新的销售手法，像罐装啤酒、啤酒券、瓶装生啤酒、铝罐等。那口味上也推出 Asahi Gold 跟 Asahi Steiny。不过这些新产品呢，虽然短暂风光过，不过马上就被竞品仿效。再加上 Asahi 自家的产品策略非常混乱，最终导致没有一个新产品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那久而久之，公司的文化就变成反正想出新点子也没办法持续下去。更夸张的是到这个地步Asahi 公司的内部还有人觉得 Asahi 这么大的公司怎么可能倒？你一定想不到，通哥在接了社长位置以后，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前面说通哥接下了朝日啤酒的社长位置。那通哥说，因为他本来是银行员嘛，那他是啤酒业的门外汉，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麒麟还有 Sapporo 的 Top。那跟他们请教一个问题，没错，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对啤酒公司的经营，什么事情最重要？就这么简单粗暴，直球对决。其中麒麟的 Top 告诉通哥说，品质第一。那通哥就追问说，品质第一的根本是什么？那麒麟的 Top 的回答也很耐人寻味，他们说，原料要不惜成本。然后通哥也问了 Sapporo Top 同样的问题。那 Sapporo Top 说，啤酒的保鲜循环非常关键，啤酒放久了会变质，而且会变得非常难喝，这是最可怕的问题。如果你是通哥，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做呢？老实说麒麟跟 Sapporo 的 Top 说的话听起来真的很像干话，因为原料品质保鲜这些事情这么基本，会有谁不知道？不过通哥并不这么想。既然这些是业界的老前辈这么说，表示这些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反正他本来也是银行员，也不懂，那就照做咯。所以他回到 Asahi 就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彻底调查所有特约跟酒类的专卖店，
把出厂超过3个月的啤酒通通买回来。他买回来以后就堆在朝日啤酒的公司里，让所有员工来喝。事后员工自己说真的喝过才知道，原来以前一直让消费者喝这么难喝的啤酒，真不敢相信。那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有原因的。过去阿萨希为了冲高每个月的营业额，所以他们会集中在月底出货，强迫推销给店家。强迫推销就会让店家的库存增加，库存增加就必须卖更多不新鲜的啤酒给消费者，所以消费者喝到的朝日啤酒味道就会很难喝。这是一环扣一环，所以通哥取消了这个做法，也规定在工厂这边啤酒做出来以后20天内一定要出货。那在零售端，通哥也要求在零售店摆超过3个月的啤酒就必须要回收下架。所以在销售上至少可以确保朝日啤酒到消费者的手上都是新鲜的。那新鲜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口味的问题了。啤酒酿造是一门大学问，不过大家可以记得4个影响啤酒好不好喝关键原料：水、麦芽、啤酒花、酵母。其中麦芽是做啤酒最重要的原料。麦芽提供发酵所需要的糖分，它会直接影响到啤酒的口感跟成色。啤酒花除了有防腐的功能，也为啤酒添加美妙的苦味跟香气。那有人形容没有啤酒花的啤酒就好像没有蚵仔的蚵仔米刷。所以通哥决定从原料下手，他不惜成本也要采购世界上最顶级的麦芽跟啤酒花。不过我们回想一下，当时朝日啤酒的市占率从36%跌到9.6%，公司都快倒了，哪里生得出钱来不过通哥做了一辈子的银行员可不是盖的。那做啤酒他可能外行，但管账正好是他老本行。他查了一下，当时朝日啤酒的啤酒罐只跟东洋制罐做采购，那箱子固定是跟联合纸器，砂糖是跟日清制糖，根本就没有进行比价。所以他找公司内部采购的人过来问，这些采购的人回通哥说，全部都是全日本最便宜的价格。那通哥想了想，他就跑去问东洋制罐的人，结果东洋制罐的人很不好意思的跟他说，抱歉贵公司买价确实是全世界最高的。通哥听了真的非常傻眼，于是他花了1个月的时间通盘检讨，把主要的原物料材料一样一样拿出来比较，并进行合理的议价。就这样，通哥筹出了足够的资金，可以买全世界最高品质的麦芽跟啤酒花，开始迈向品牌再生的第一步。通哥腾出手以后，就把资源投注到广告宣传上面。那一般来说啤酒主要在夏天销售，所以业界的惯例是迈向啤酒季的4、5月开始打广告，然后打到夏天啤酒商战7、8月结束。不过通哥打破业界的惯例，他从1月就开始打广告。那时候市占率最高，高达60%的麒麟，一年的广告宣传费用是150亿日元。不过当时只有10%市占率的朝日，一年的宣传费用竟然拉到117亿日元，大概是麒麟的80%。1987年的春天开始，朝日啤酒推出了传奇商品スーパードライ，现在大家楼下便利商店应该都可以买得到。这个红了将近40年的传奇商品的诞生，却不是偶然。通哥在研究过去朝日的产品创新，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过去这些产品创新都是由技术部门主导，但是负责销售的却是业务部门。大家猜猜看，这样会发生怎样的问题呢？我想答案应该很明显。遇到卖不好的时候技术部门会觉得说，我们明明就生产出最烂的啤酒，还是卖不好，这很显然是业务部门的问题。那业务部门就会反击说，我们都拼命在卖了，很显然是制造出来的产品不够好嘛。大家想想看，在公司里面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话呢？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哥要求所有新产品的开发必须要技术部门跟业务部门一起下来，打破部门的本位主义，大大提振了士气。那特别是年轻的员工对于新产品的挑战精神。所以スーパードライ这个传奇的产品横空出世。据说
一开始这个产品在内部审议的时候，许多高层，包括我们通哥在内，都是否定的，因为这个口感前所未闻，也没有任何潜力可循。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斯帕多赖的罐子上面印着大大的“新口”2个字？我知道看我们频道的观众很多日文其实还不错。一般我们看到新、卡赖，大概就是说好辣好辣。不过斯帕多赖大家如果有喝过，第一口的感觉应该是，完全不辣啊。因为新口虽然在食物上是辣的意思，不过用在饮料，特别是酒类上面是另外一个意思。如果大家看到酒上面写一个卡拉古基，就表示说在酿造的过程里面酵母更进一步的把糖分分解成酒精，所以喝起来会比较没有糖味。那一般来说卡拉古基的酒精浓度也会相对高一点点。那相对于这个阿玛古基干口，虽然说入口甜甜的，不过喝多了很容易产生喉咙黏腻的感觉。清爽好入喉，酒精浓度稍微高一点点的卡拉古基新口，反而对大人来说更对口味。那这个新口英文就叫 dry， 那也就是这个斯帕多赖名字里面的 dry。这个口味推出以后不只满足了原本喜欢喝啤酒的族群，更进一步扩大到年轻的女性跟主妇。那一开始其他的公司觉得斯帕多赖不就是朝日啤酒又有另外一次的标新立异的尝试吗？那还有很多大胆预言说这个进入秋天一定卖不动。不过没想到不止没有卖不动，反而越卖越好，卖到其他家都心慌慌。于是其他家也纷纷推出多赖口感的啤酒，那也开始争夺这个多赖市场激烈的广告宣传战。那这一波操作下来导致2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首先市场对于多赖的口感评价越来越高，后来竟然变成整个啤酒市场的主流。再来就是这些竞品的出现，更显得创始的朝日啤酒好像是正宗的，那它的营业额呢就噔噔噔的涨上去。1988年，多赖的相关产品占了所有酒类市场的超过1/3，这里面朝日的斯帕多赖就占了一半。同年，朝日啤酒的整体市占率来到20.8%。成功超越了 Sapporo 啤酒，跃升了业界第2名，那仅次于麒麟啤酒。这是一个银行行员奇迹逆转朝日啤酒，创造出一个日本啤酒崭新品类，用多赖改写了人类的味蕾，并攻下这个品类第1名的精彩传奇。啤酒据说最早是清末欧美的商人或传教士带到台湾。不过啤酒的颜色偏黄，那喝起来又苦苦的。一开始台湾人不只喝不习惯，还戏称叫做马尿。那在海的另外一端，日本荷兰人在19世纪初就有记录，在日本长期的出岛酿造啤酒。随着日本进入明治维新，不只是整个政治体制的重组，那从衣着、发型、饮食文化全面的西化。1870年，科普兰啤酒在横滨设立，向外国人跟日本人贩售啤酒，后来几经转折，变成今天的麒麟啤酒。随后日本各地的啤酒厂陆续开设，像今天提到的 Sapporo、Asahi。啤酒随着生活习惯的西化，走入了日本人的饮食习惯里面。其实啤酒的口感爽口、冰凉，酒精的浓度也低，很适合台湾炎热的天气。1895年，台湾进入了日本时代。已经把啤酒融入生活中的日本人，也把啤酒的饮用习惯带到了台湾。图片里面的是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典藏大日本麦酒朝日啤酒的木箱，制造时间在1906年前后。我们可以看到朝日啤酒当时的商标就是太阳旗，那图片中的文字是从右到左，跟今天日文的书写习惯非常不一样。随着啤酒在台湾日渐普及，就像日本人受到西化影响一样，跟日本政商往来密切的一部分台湾精英也开始喝起了啤酒。1920年代，啤酒透过各种广告跟促销，让喝啤酒这个今天看似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当时竟然被称为文明的滋味，表示说在台湾也可以享受跟西方城市一样的味道。所以喝啤酒这件事也变得时尚起来。台湾第一座啤酒工厂
高沙麦酒株式会社工厂也在这个时期由日本人投资设立。最后这张是1930年的宣传广告。那时候为了稳定啤酒销售，避免各家恶性竞争销价，1930年起由各家啤酒公司联合成立了麦酒贩卖株式会社来分配销售。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广告设计是以飞机为主题，图中这个探照灯是以麦酒贩卖株式会社的商标，飞机上是会社主打的各类商品，包括高沙麦酒株式会社的 Takasago、Sapporo、Ebis、Asahi、Kirin， 大大小小的品牌琳琅满目。其实从这一张小小的文宣里面，也可以反映出当年台湾丰富多彩的消费商品跟文明生活。那高沙麦酒这个当时台湾唯一的在地啤酒工厂，战后由国民政府所接收，隶属于烟酒公卖局。那也就是到今天，台北市中山区八德路2段85号台湾烟酒公司的古迹建国啤酒厂。大家觉得通哥为什么可以逆转朝日啤酒，攻下日本市占第一呢？Asahi、Kirin、Sapporo、Suntory， 还有我们在地的台湾啤酒，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品牌呢？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分享讨论。那如果觉得这一集做的还不错，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我们用知识的力量改变台湾。